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单元里头的几个重点。那首先我要特别强调，就是这个单元呢，主要是为了光纤通讯里头的光纤这个元件而介绍的。因为光纤这个元件呢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现在我们讲电话、上网等等的话，这个讯号都是透过这个光纤这种 direct waveguide 来传输。那所以呢，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先介绍它的一个物理的图像，也就是当光在里头传输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想象它是在这个core，就是这个 direct waveguide 的这个 core 的 region 里头呢，这个范围里头做这么一个 zigzag 的 bouncing 的一个传播。那这个 core 的外头呢是叫做 cladding。那如果说这个光要在里头传输的话呢，你这个传输的这个propagation angle 或者是这个 instant angle 呢，必须大于内部全反射的这个角度。所以呢，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，通常 n1 这个折射率在 core 的范围呢，必须大于这个在 cladding 的这个折射率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全反射的角度才能存在。但是，一旦呢，如果说这个角度呢，小于全反射的 critical angle 的话，那这个光就会漏出去，漏出去的结果呢，就是能量没办法在里头传输。那在一个这个对称的 dielectric waveguide 里头呢，它的这个vertical direction 呢，你可以想象就是有波在这个方向上头，两个方向都有传输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驻波的形态。但是在 z 的方向，也就是轴向呢，这个能量是往前传播的，那它有一个 propagation constant。然后呢，因为在 vertical direction 上头 y 的方向上头，它是一个驻波的这个一个形态，所以呢，驻波在两个边界里头呢，都必须符合一个相位的条件。这个相位条件就是 round trip phase 的话呢，必须是2π的整数倍。那这个 round trip phase 里头包含两项，第一项呢是波在这个范围里头传播的时候，它会有 ky 乘上2d 的这个相位的改变，也就是一个来回的话是2d。那但是呢，一个来回的结果呢，它会碰到这个边界，也会碰到这个边界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边界上头全反射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相位的改变叫做 phi。那 T1、Tm 的这个值会不一样，所以这里特别把它标注出来。那这个驻波的相位的条件这个相当的重要。所以呢，有了这个相位的条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有关它的模态的分析。那这里要强调就是因为能量是往前传播，也就是朝 z 的方向传播，所以不管场是在这个地方，还是场在这个地方，还是场在这个地方，它的 propagation constant 必须一样。因为在这个边界上头呢，它的这个波前是必须连续的，所以呢，场在这个 core 里头或者是 cladding 里头呢，它的 propagation constant 都是一样的。那从这个刚刚这个 guiding condition， 也就是这个instant angle larger than critical angle 的这个条件，还有刚刚的 standing wave 的 phase condition 的话，你可以推导出这么一个characteristic relationship。那这个 characteristic relation 呢，允许你在这个图面上找出这个它的解出来。譬如说，你如果把这个 characteristic relation 写成一个这个 function of theta， 也就是它的这个propagation angle 或者是它的 bouncing angle 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找出能够允许的这么一个这个 propagation angle theta。那 theta c 的话呢，theta c 是 critical angle， 就是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的 critical angle， 上面加个一横呢，就是90度减掉这么一个 critical angle 的一个这个变数。那所以呢，你把它这个right hand side 跟 left hand side 画出来之后，它的焦点就告诉你说，我允许的这个 sin theta 的值是多大。那这也告诉你说这个我里头的 mole 可以有多少？因为这一点就是红线的这一点呢刚好会等于这个 sin theta c bar
的这个值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要有解的话，你的这个 propagation angle 必须小于这个 theta bar 这个值，才会有这个解出来。那从这个 tangent 的 periodicity 的话，你也可以算出来，就是这个两条蓝线中间的距离是多大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有给定一个这个，譬如说 sin theta 的值的话，那你可以算出在这个范围里头总共有多少 mole 可以在这么一个 waveguide 里头传播。那譬如说我如果知道一个这个 sin theta c bar 的话，因为这个 sin theta c bar 基本上是由这个n1 n2 来决定的，所以我如果知道这个 sin theta c bar， 譬如说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那我只要把这个距离除以这个周期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有办法算出到底有多少个 mole 在里头传播。同时我也可以算出这个每个 mole 的 cutoff 的 frequency 是多大，从这里算出来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在一个dielectric waveguide 里头呢，我们进一步的就是做一些场的分析。场的分析的结果呢，我们发现就是如果是一个这个RTE 或 TM mole 在这里头的话，也就是这个 R symmetry 的这个electric field 或者 magnetic field along z direction，它的这个这样子的 mole 呢，它是没有 cutoff frequency 的，代表说任何频率的这个光波或者是电磁波，它只要是这么一个 R symmetry 的 axial field 的话，它都可以传播在这么一个这个 dielectric waveguide 里头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进一步的去解一个 cylindrical waveguide 它里头的 mole field， 还有它的这个characteristic relation， 还有它的这个 cutoff frequency。那这么一个 waveguide 呢，这里头是中间是 core， 外头是 cladding。那在这 core 里头呢，它是一个 standing wave 的 pattern。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圆柱的一个形状，所以呢，中间的场呢，因为聚焦的关系会比较强一点。那外头呢，就是一个这个 evanescent wave 的这个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知道就是 z component 的这个electric field 或 magnetic field 呢，这个中间这个地方的这个式子呢，是用这个Bessel function of first kind J 来表示。那外头这个 evanescent field 呢，可以用这个 modified Bessel function of the second kind K 来表示。那跟在解这个dielectric slack waveguide 一样我们也会推导出一个这个characteristic relationship。那右手边呢画出来也像 tangent cotangent 的这个式子一样。那左手边呢画出来也是一个这个这个简单变大的一个这个curve 出来。那它们的交点呢代表了能够在里头传输的这个h 的这个解。那 h 呢不要忘记，就是它在 r 方向上头的 eigenvalue。那它有个 cutoff 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有个定义，就是这个fiber v parameter。这个 fiber v parameter 呢是由你物质的这个特性 n1 n2 来决定，同时呢也由你的这个fiber 的这个diameter这个 a 是它的 radius 来决定。那这个呢决定了你的 cutoff 的 point 在哪个地方。那也就是说，当你的这个 ha 大于这个 fiber v parameter 的时候呢，那这个解就不存在。所以你如果在传输这个波在这个 optic fiber 里头的话，你要确定你的这个h 的值呢是在这个比这个 v 还要小，你才会有解。那这个是我们介绍到 optical fiber 它在做 guiding 的时候呢一些相关的物理跟里头的内涵供你参考。所以这是整个单元里头的几个重点谢谢你。